中国经济正在衰退，可股市却在狂欢。这不是奇迹，而是陷阱。是的，你没听错。就在无数企业倒闭、房地产血流成河、老百姓的钱包一天比一天干瘪的时候，大陆 A 股却在8月21日硬生生飙上了3787.98点，创下近10年来的新高。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.42万亿元，连续第7个交易日超过2万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全中国几亿股民在同一天疯狂把钱砸进了这个看似繁华，实则暗藏血腥的赌场。可问题是，实体经济如此惨淡，为什么股市偏偏在暴涨？答案只有一个，这是人为操控的繁荣，是政府在用股市做局，把老百姓的钱从冰冷的银行存款里硬生生拖出来，再一次推向资本的火坑。根据中国央行的数据，仅仅在7月份，居民存款就减少了1.11万亿元人民币。与此同时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却增加了2.14万亿元。什么意思？钱不是凭空消失，而是被引导着搬家，从安全的存款池流进了股市这个风险沼泽。更可怕的是，光是今年前7个月，新开的股票账户数就高达1450万户。7月份单月就新增了接近200万个新账户，比去年同期暴涨7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在银行利息被压到骨折价的时候，被赚钱效应一点点诱惑，重新走进了赌场。你以为这是全民的投资热潮？错，这是官方精心编排的韭菜回锅宴。有财经博主直言，这波股市的繁荣根本不是市场自然规律，而是北京方面为9月3日的大阅兵献礼的一部分。因为房地产已经彻底玩不下去了，当局盯上了老百姓那151.25万亿元的巨额存款。对他们来说，居民储蓄不是财富，而是沉睡的肥肉，必须想方设法拖出来再割一次。中国股市从成立的第一天起，就没打算让投资人赚钱，它的真正使命是替国企融资。换句话说，它不是一个资本市场，而是一台收割机，一茬又一茬地割着散户的韭菜。在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，企业依靠创新和盈利支撑股价上涨，投资者靠投资回报积累财富。可在中国，企业上市的根本目的就是圈钱，是拿民间资金去填补国企的黑洞。于是你会看到 A 股的走势和经济基本面完全脱节，实体经济在衰退，出口在下滑，内需在萎缩，可股市却被利好消息吹得像气球一样鼓胀。这种虚假繁荣靠什么撑起来？靠政策，靠舆论，靠一波又一波的投机。1999年的5.19行情就是活生生的教训。当时股市在政策推动下短期暴涨，但半年后就暴跌20%。今天的 A 股走势几乎就是那一幕的翻版。所以说，中国股市就是个夜壶，平时没人要，只有在经济出大问题时才被拎出来，制造一场虚假的繁荣。可问题是，夜壶里装的不是清泉，而是脏水。谁来喝？是亿万散户。更荒诞的是，这场股市繁荣背后是对普通人的赤裸裸金融挟持。你看，现在中国6大行的1年期定存利率是多少？0.95%，还不到1%。这是全球罕见的负激励。再看银行理财的年化收益率，平均是2.12%，比存款高一点点，可连通胀都跑不赢。结果是什么？钱留在银行是被温水煮青蛙，钱投进理财是被缓慢吞噬，钱投进股市才有短暂的暴富幻觉。这就是政策设计的陷阱。你被迫走进赌场，因为除了冒险，你几乎没有别的选择。所以才会有彭博社的分析，在房地产回报减弱、理财收益下降的背景下，
中国股市成了居民资产配置的唯一出路。但这出路不是希望，而是绝路。我们再看看大背景。根据彭博社的统计，中国居民存款总规模高达151.25万亿元，相当于沪深股市市值的1.7倍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政策继续推动资金搬家，那股市还有巨大的收割潜力。可是，这些钱为什么会离开银行？答案是实体经济不行了。过去4-5年，中国经济下行严重，官方只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，疯狂降息。结果是市场上的钱越来越多，但没有流进工厂，没有流进消费，而是全部停滞。大家对未来悲观，企业不敢投资，个人不敢消费，于是钱只能躺在银行。可银行利率一降再降，人们就不得不把钱搬到股市、债券和其他投机市场。这不是信心，而是绝望；不是繁荣，而是退无可退。你以为这是市场自发的狂欢？错了。中国股市与西方完全不同，它是高度封闭和深度操控的产物。经济数据全面下滑时，股市却一片繁荣。这背后只有一个解释：政府在操控。今年年初的股市上涨，就是因为 AI 产业，比如 DeepSeek 被官方吹得天花乱坠，结果短短几个月后，用户量暴跌，行业泡沫迅速破灭。但在宣传和操盘下，股市早就被人为推高。这就是北京方面的逻辑，哪怕经济一片烂摊子，也要在股市上制造一个可以拿出来炫耀的成绩单。因为股市红红火火，可以用来安抚民心，可以用来对外宣示经济没问题。但问题是，股市是用来粉饰的，不是用来救命的。老百姓的钱却真的被吞进去了。我们必须冷静地看看数据。根据中国官方最新公布的数字，7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 2.1%，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4.5%。与此同时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.2%， 创下近1年新低。房地产市场更是惨不忍睹，7月份新房销售面积同比暴跌 24%， 房价连续19个月下跌。这些数据赤裸裸地告诉我们，经济根本没有复苏迹象，反而在继续下沉。可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 A 股却硬生生被推上10年新高。这像什么？就像一个身患重病的人，靠大剂量的止痛药支撑着笑脸，但身体正在崩溃。表面上的欢腾，背后是更深的绝望。要知道，中国经济过去20年的繁荣，几乎完全靠房地产支撑。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一辈子的钱，统统砸进了楼市。结果呢？如今房价暴跌，恒大、碧桂园等巨头轰然倒塌，留下无数烂尾楼和破产家庭。房地产这个接盘侠彻底崩了。那么钱去哪？政府需要新的蓄水池，新的财富幻想。于是股市被推上了历史舞台。有经济学家直言，当局正在进行一次战略转移，把老百姓从房地产的接盘侠转变成股市的金融消费者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让股市成为新的吸血工具，把居民存款一步步吸干。而这场转移是赤裸裸的政治任务，因为一旦经济数据继续下滑，社会信心崩溃，当局就会失去最后的遮羞布。更危险的是，这场虚假的繁荣已经远远脱离了基本面。彭博社早就警告，股市上涨缺乏经济支撑，一旦市场信心破裂，就会出现系统性风险。如果股价与现实背离得越远，未来的崩跌就越惨烈。那不是普通的调整，而是全盘崩塌。什么叫全盘崩塌？那意味着个人无数散户破产，辛苦积蓄化为乌有；企业大量公司股价暴跌，融资链断裂，破产潮蔓延；
金融机构、券商、银行理财产品暴雷，引发金融危机，社会信心、人心彻底崩溃，形成恶性循环。一旦这种崩盘出现，它的冲击力不会比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小，甚至更严重。因为在中国，股市不是市场行为，而是被政府深度操控的政治工具。它的上涨是人为的，它的下跌也可能是主动收割，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。有人说，这波行情是普通人翻身的机会，可现实呢？数据显示，目前 A 股市场散户占比仍然超过80%，也就是说，绝大多数资金来自普通老百姓，而不是机构。可你知道吗？在过去20年的 A 股历史中，几乎没有一波牛市是散户赢到最后的，每一次都是一样的剧本：政策吹风，媒体唱好，散户疯狂入场，成交量暴涨，股价短期飙升，制造赚钱幻觉，大资金、机构资金高位出货，股市暴跌，散户血本无归。这就是所谓的割韭菜。有人调侃，中国股市里没有真正的投资者，只有一茬又一茬的勇敢的韭菜。他们用自己的血汗钱去为制度性的陷阱买单。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，这一切正在通货紧缩的大背景下发生。2025年7月，中国 CPI 同比下降0.4%，已经连续12个月处于负增长区间。通缩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经济活动持续萎缩，消费信心全无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股市却被人为推高，这不是什么奇迹，而是炸药桶。专家早就警告，一旦股市崩跌，与通缩叠加，后果将是毁灭性的。那不仅是资本市场的崩溃，更会波及银行体系、地方财政，甚至整个社会的稳定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这场虚假繁荣突然破灭，中国可能会面临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钱放银行，利息低得可怜，买房资产贬值，做生意市场死气沉沉，最后只剩下股市这一条虚假的出路。可当你咬牙把钱投入股市时，你才会发现，这根本不是出路，而是陷阱。散户永远跑不过政策，永远不知道下一次利空何时袭来。你以为是国家给你投资机会，其实只是让你当炮灰。最可怕的是，这不是偶然，而是制度性的必然。今天的 A 股就像一场盛大的派对，灯光炫目，音乐震耳，仿佛人人都在狂欢。可走进幕后，你会发现，这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经济在下行，消费在萎缩，房地产在崩溃，通缩在蔓延。在这一切阴霾之下，股市的繁荣显得格外刺眼。但它不会长久，它注定要崩塌。而在那一天到来时，最惨的不是那些有特权的大资金，而是千千万万把毕生积蓄投入其中的普通百姓。是啊，中国的股市繁荣背后只有一个真相，这是属于散户的地狱。